绑上了岁月熟悉的发髻，隐藏太多心事秘密。走廊边残花又不舍放弃，细数前世芬芳两泪，眼看着落花如雨，满天空记忆飘零。风里纷纷飞过，片片谁的叹息？环绕的蝴蝶，美丽多情，到头来只是路过光景，迷失了自己。我听见落花不语，远方传来声声叮咛。深夜依稀听到世间轻轻哭泣，越想要珍惜，越容易让爱从指缝间逃逸。你等我一下，很快的。等等，子夜哥没告诉你我跟他的关系吧？子夜哥是我的人，不要跟我抢。安娜，你在说什么？子夜哥，你忘了吗？你答应我的，你非我不娶，我非你不嫁。我已经告诉我父母了，等我念完大学，我们就谈婚论嫁。我什么也没有答应过你。子夜哥，我真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。那天你来找我，你说你喜欢我，月娘阿姨也喜欢我，还跟我发下了山盟海誓。没想到那么快就见异思迁了。新娘，她是……你不用解释了，我相信你。我太了解他了，他能把黑说成白，把错说成对。从他嘴里说出来的话，我一句都不信。你不用白费心机了。黄祖业如果会喜欢上你这样的人，那就算我白认识他一场了。不要理他，我们走。娘娘，娘娘，子月在楼下等我，他说要送我去宿舍。你还好说，明知道今天要去宿舍，一大早还到处乱跑。我叫花姐帮你收拾好你的行李啦。哦，让我看一下。花姐怎么那么重啊？新娘小姐啊，我能想到的、能装进去的，我全部都塞进去给你啦。好，谢谢你啊，花姐，不客气。新娘小姐啊，你自己一个人在外面，没有人照顾你，我是很不放心的。你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，每天啊都要早睡早起啊，定时吃饭，天天都要冲凉。还有啊，停！这些话是不是应该我娘娘跟我说的呢？对，二少奶奶，你说。我没有什么好说的，他老大不小啦，又不是出远门读个大学罢了，不用这么矫情的。娘娘，你就不能装依依不舍一点吗？你呀，出门在外不要给我惹麻烦。还一，你哪一次上学不惹出一堆麻烦啊？对，新娘小姐啊，你小时候啊，不是跟同学们打架，就是把老师气得差点吐血啊！每一次都是二少奶奶啊去学校替你求情啊。娘娘，你放心，你女儿长大了，不会再给你惹麻烦了。倒是你，一切都要小心，我娘娘就交给你啦。放心吧，新娘小姐，谁要是敢动二少奶奶一根汗毛啊，就算是上刀山下火海，我都跟他们拼了。你是听李大傻讲古，听傻了是不是啊？二少奶奶，新娘小姐不放心你，我也是可以理解的。有些人的心就是那么的毒啊！别乱说话，
你刚才应该被我吓坏了吧？其实你喜不喜欢我，想不想要跟我在一起，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。我只是觉得你喜欢谁都行，但新娘不配。这由不得你来说吧。你知道她的身世吗？新娘跟我说过，她小时候一直跟着养母居无定所，到处骗人。我知道，她都告诉我了。那她有没有告诉你，她是在一条妓院后巷捡回来的？她的生母80%是个妓女。你们家在马六甲也算是名门了，要是娶回一个妓女生的女儿，你说别人会在背后怎么议论你们啊？好了，我不想再听到你这样说新娘。我也不需要你来告诉我，该跟谁在一起，不该跟谁在一起。这样才对嘛，祖业哥。喜欢一个人就应该有这样的觉悟。虽然我不喜欢新娘，当然，她也不见得很喜欢我，但是我还是替她感到高兴。你们一定要深爱彼此，感情更要经得起考验。因为我可是特别喜欢破坏人家幸福的，祖业哥。安娜小姐，安娜小姐，外头来了2个人，说是警察。哦，大学放假哪都不准去，给我回家，知道吗？知道啦，娘娘，我舍不得你。傻瓜，你上大学又不是不回家，你要记得，这个家永远是你的避风港。去吧，去吧，祖业在等你了。对呀，对呀，走啦，你的主业在等你。我走啦。小心啊！柠檬王，走吧。你们要找的人就是他。刑事调查局一组组长高四，请问你是张新娘小姐吗？我是。麻烦你跟我们到局里协助调查一起案子。案子？什么案子？大门内纵火案。那案子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是啊，警官，你们是不是搞错了？请你配合。不行，你们不能带走新娘小姐。要拒捕吗？等等，警官，刚刚你是说协助调查，怎么会变成拒捕了？他拒绝跟我们走，那就是拒捕。拒捕就要上手铐。你们不要靠新娘小姐，都是我不好。算了，花姐，铐就铐吧，反正我没有做犯法的事，不怕他们诬赖我。花姐，千万别告诉我娘娘，免得她担心，知道吗？知道了。还等什么？铐啊！新娘，你也想被逮捕吗？好，我知道了。二弟，王老板，这个价钱真的已经很低了，你再考虑一下。大哥，什么事啊？你大嫂打电话来说，新娘被警察带走了，什么？说是跟大门内的火灾有关。有没有人呐？人都跑哪去了？你们把我抓来这里，就是让我在这里浪费时间吗？吵什么吵？我告诉你，这里是警察局，不要给我摆千金小姐臭架子。警察局又怎样？警察就能乱抓人、乱给我上手铐吗？高组长是吗？我也告诉你，你最好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，要不然我一定投诉你到底。你这副骄横的样子，我更加确定就是你。大门内俱乐部大火，烧死10个人，
就是你干的。你放屁！你们这些从殖民地时代就开始当警察的家伙，就只会欺善怕恶、作威作福。现在时代变了，你们还是一样，查案一点本事都没有，破不了案的时候，就随便抓个人来抵罪。牙尖嘴利，真的是大门大户出来的啊！大虫，阿妈，你们果然认识啊！找我的时候，你是不是在附近？是不是？我是在附近没错。好，我只想知道这个，其他事情我不感兴趣。你当时有没有见过这2个人？你不承认没关系，我没有目击证人，看到你在附近的一条小巷里和那2个人在说话。我有不承认吗？我是见过他们2个，可是我是去问他们为什么不再踩3轮车了。那你为什么让他们逃跑？我什么时候叫他们跑了？有人看到你跟他们说话之后，他们就跑了。那是他们自己跑掉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们还查到，你和俱乐部老板娘苏桂凤有过节，你上门去找过她麻烦，有没有？那是因……所以你承认有这件事了？我跟那乌龟婆有过节又怎样？我认识大虫和阿猫又怎样？我当时刚好出现在附近又怎样？难道那就能证明那场火跟我有关吗？当然不能够。但是我们要让法庭相信你有这么干的理由。你开什么玩笑啊？你不是想用莫须有的罪名把我控上法庭吧？莫须有的罪名当然不行。那2个人已经招了，火是他们放的，但是他们是拿钱办事，出钱纵火的人就是你。你们到底要问多少次啊？不关新娘姐的事，不是她叫我们去放火的。叫我们放火的人叫阿狗，我在赌监口的赌场认识的，他给了我们200块。我们放了火，跑出来的时候碰到新娘姐，怕被她看穿，所以吓得跑掉。什么阿猫阿狗，简直胡说八道啊！以我多年的办案经验，这个一定和张新娘有关。你继续问，问到他们承认为止。知道了，Sir。对了，外面又来了个律师，也是要见张新娘的。有钱人就是不同啊！别说2个，200个也是一样。你去告诉那个律师，调查期间一律不准见涉案人。知道了，Sir。安娜小姐，安娜小姐，你要去哪里啊？安娜小姐，你不可以去告诉二少奶奶啊！我偏要去告诉她，你又能怎样？不行不行！你如果敢告诉二少奶奶，我就跟你拼了！好啊，我倒想看看你要怎么跟我拼了！安娜小姐，你不能去！新娘小姐说你不能去！你开我！你们在做什么？大少奶奶。姐，这事怎么会牵连到新娘？你问倒我了，我也想知道为什么。他们会不会是想要抓我，却抓错了，抓了新娘？你别自己吓自己啦，怎么会抓你呢？你跟那场大火有什么关联呢？要不是因为我去求三叔，也与我拔无关。可是警察不可能无缘无故查到我们家里来吧？还是三叔那边出了什么状况？怎么？你担心我爸带给你麻烦吗？不是，我是怕连累三叔。我爸不会笨得亲自出面的，你别胡思乱想了。你还是去关心一下你娘娘吧。大伯母不是说过，谁都不准把新娘的事告诉娘娘吗？你娘娘多厉害的一个人，哪有什么事瞒得了她？你把新娘赶出房间，你娘娘很不高兴，她一定觉得你太自私了。这正是你的机会，与其让她从别人口中知道，不如你来告诉她，那也能显得你对新娘的关心。祖爷喜欢新娘？怎么可能啊！这皇祖爷是瞎了眼是吧？放着一个堂堂正正、货真价实的大小姐不喜欢，
去喜欢一个来历不明、下三滥的小野种？他说他不在乎，即使新娘真的是个妓女生的，他还是一样喜欢她。这朱秀姐不错嘛，你的嫁妆吗？不错个鬼，俗的要死。你呀，还有心情看周秀鞋？好好的男人都抓不住。真的很漂亮吗？将来我出嫁，给我当嫁妆吧。等你嫁得出去再说吧。那么不争气，竟然输给那个小野种。谁说我输了？我可没认输呢。爱情再伟大，到最后还是得面对现实吧。新娘可是在黄祖业的眼前被警察拖着离开张家的，她到底惹上什么麻烦呢？黄祖业又经受得起吗？我们就睁着眼睛看吧。唉，应该不是什么大事吧？我看那些警察只是想打打秋风。再说我们张家在新州也算是有头有脸，你二伯一出手，那些小警察还不把人给放了？就是有头有脸才有戏唱嘛。什么意思？有头有脸的人最爱的就是面子啦。当你把没事变有事，小事变大事，这出戏就有的看了。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我听说爸最近和二伯闹得很不愉快，是吗？我怎么不知道？你有什么是知道的呢？他都不告诉我，我怎么会知道？我要让爸知道，他可以用这事来扳回一局。你可别瞎胡闹啊！男人的事什么时候轮到我们插手了？娘娘，你这辈子最失败的就是依附在男人身边，做男人的附庸。是，你既然那么厉害，那当初为什么静悄悄的看着警察把新娘给抓走？当时就应该把事情闹大，急死那个李淑琴啊！大伯母都下了封口令，我才没笨的去当罪人呢。不过要让二伯母知道也不是什么难事啊，她还有个宝贝女儿呢。啊，小姐，二少奶奶在休息啊。我进去跟她说几句话，不会逗留太久。安小姐啊，你要跟二少奶奶说什么啊？跟我娘娘说什么，还要跟你报告？大少奶奶说，谁也不可以让二少奶奶知道新娘小姐的事啊。我知道，也不可以说漏嘴啊。因为我是你妈。不是啊，我只是想要提醒你一下，二少奶奶这2天吃不好也睡不好。你说完了吗？安小姐啊，娘娘，来得正好，坐。不知道怎么的，整个下午心里闷闷的，书也看不下。你陪娘聊聊天吧。是因为新娘妹妹。安小姐啊，你要不要喝点茶？我帮你倒啊。不用。是因为新娘妹妹去了大学宿舍，你不舍得吧？娘娘，你别怕我不高兴。你疼新娘妹妹是很自然的事，毕竟你是看着她长大的。我听花姐说，你这2天吃不下睡不好，也是因为我跟新娘妹妹的事心烦吧？你别这样想，我没事的，是他们太紧张我了。我打个喷嚏，他们都提心吊胆的。我还希望早点把这孩子给生下来，免得大家跟我一起活受罪啊。都是我不好，是我太小气，心胸太狭窄了，没来由地让新娘妹妹出气。你会这样想，娘娘很开心。你和新娘，还有这个小家伙是一样的，只要你们平平安安、和和气气，娘才能够安心。娘娘，新娘妹妹。安小姐，你要不要吃点什么？不用。娘娘，你休息吧。王老师快要来给我上课了，我得去准备一下。等一等，你刚才说新娘她怎么了？
我是说，等新娘妹妹回来后，我会告诉她，我们还是同一间房。休息吧。二少奶奶呀，我帮你把茶壶里的水换一下。等一下，到底怎么了？刚才一提到新娘，你整个人就紧紧张张的，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？没有什么事啊，我是担心安安小姐不知道要说新娘小姐什么事，你听了会伤心啊。行了，去忙吧。啊，这样也能过关？你没跟你娘娘提新娘的事，怎么不说呢？娘娘这2天已经为了我和新娘的事吃不下睡不好，要是再让她知道新娘出事了，她哪受得了啊？我是她女儿，怎么可以不顾她的身体呢？岂有此理！新娘不让见，还随便派个小姐来虚应我。叔，你担心新娘，我们都能理解。可是现在我们还是先商量出个法子吧。2位律师，我们现在能做什么？张先生，警方有权利扣留张小姐48个小时，这期间我们什么也做不了。48小时对新娘来说根本是煎熬。不行，还是我来联系警方高层。张先生，我建议你别这么做。是的，这起纵火案引起了各界的关注。如果你直接去找警方高层的话，会让人觉得你在施压，传出去怕对你的名声不好。我的名声不重要，救女儿要紧。不是的，叔，你这样做对新娘也未必是件好事。我是担心警方会耍伎俩、耍手段，去逼新娘承认没做过的事情。新娘不是一般的女孩子，我相信她不会这么容易上当。我们还是想想别的办法，看怎么能帮到她。我会去了解大门内大火的来龙去脉，还有新娘涉及其中的原因，希望能找到对她有利的证据。主业，谢谢你，我这边也会想想办法。这什么口供书？是谁的？还有谁？当然是你的啦！这英文狗屁不通，文法错误百出，好几个字还拼错呢。我的程度没那么差。还有，我什么时候说过我是这起纵火案的主谋了？别闪了，那2个家伙招供了。你少来这一套，我不是笨蛋。火是不是他们2个放的，我不知道，但是我肯定没叫他们去放火。我明明没说过的话，没承认的事，你却要我扛。你到底进化完全了没有？说什么啊你？猴子要是能破案，那才是天下奇闻。拿钱嘴利是吗？钱！二少爷，二少爷啊，新娘小姐没有跟你一起回来吗？大少奶奶，大嫂，事情进行的怎么样了？有没有见到新娘？连你也见不到她。警方不能一直扣着人不放，48小时之内如果找不到证据，他们就得放人。那还得再等上1天。大嫂，家里就拜托你了。放心吧，我已经吩咐下去了，任何人都不得在妞还有舒淇面前透露1字半句。我还特地让阿芳去照顾舒淇，就是怕有人故意说漏嘴。谢谢大嫂。什么话？我和舒淇本来就是姐妹，再加上我不如意那几年，多亏有舒淇照顾我。舒淇自小身子虚弱，现在又有孕在身，身体的负担就更重了。我一定会加倍小心。只是……怎么了？只是我怕我管不了老三的媳妇儿。你也知道，他从来就没有把我放在眼里。
你大哥他哟，反正要是发生什么事情的话，终究还是得要我自己一个人去面对。这个家是你在当的，有人不听你的，尽管用家法，我一定会支持你，绝无恶化。有二弟你这句话，我就放心了。新娘去大学宿舍啦。我听阿花说了，这家伙口口声声说舍不得我，一听到大学宿舍办迎新活动，迫不及待的就走了。孩子长大了，总要离开父母身边的。看到孩子健健康康的飞走，我们应该感到欣慰才对。时间过得真快啊，新娘都上大学了。当年为了让她上学，还真的花了9牛2虎之力啊。那时啊，他就像只小野马，也只有你能驯服得了他。是啊，她那个时候啊，又倔又皮，我3天2头就得往学校跑，跟老师啊、校长、学生、家长们道歉。不过她也带给我们很多欢乐。是啊，我们很幸运，能当这孩子的父母。他长大了，不用我们操心了。你没听过吗？养儿100岁，长忧99啊。还要忧到99啊？那要忧你自己忧，我可不陪你啊。我在，我来忧；我不在啊，3个孩子，就麻烦你了。在胡说什么啊？人家说，女人生孩子就像过鬼门关，我年纪又大。好了，我不许你胡说。你放心，我也往好的方面想，我会和你一起陪着孩子长大，看他们成家、抱孙，和你一起慢慢变老。放心吧，姐夫。被抓的那2个家伙什么都不知道，负责跟他们联络的人早就消失了。那怎么会把新娘抓去的？他都怪他自己啊！谁叫他认识那2个放火的家伙？当天还跑到大门内去跟那2个家伙碰面，还被人看见。你怎么那么清楚？我在局里有眼线，经手这个案子的警探叫高士，跟他同辈的都已经高升了。剩他一个人还在局里混，平时一肚子冤气，想要利用这个案子来扳回一局。没意思把事情办得漂亮。你不是说阿南从此会消失吗？结果呢？10多年后活生生冒了出来。有些事情我也控制不了，不过你放心，这件事我绝对不会给你添麻烦。放心个屁啊！大门那件事，我二哥已经知道了。我现在麻烦大了。我二哥是个多精明的人，想瞒他容易吗？幸好他没有真凭实据，要不然我不仅仅是被他架空权力那么简单了。姐夫，你心里应该很清楚，就算这件事情没发生，他也会找别的理由来对付你。我早跟你说过了，张金河把我除掉，真正的目标就是你。我只是没想到他下手会这么快。毕竟你们是亲兄弟，我这个亲兄弟，还不如一个来路不明的假女儿。一听说他被抓，就找了律师到警察局救人去了。姐夫，这可是个好机会，
什么好机会？先告诉我，你跟张金河还有没有兄弟之情？他都这样对我，我还跟他讲什么兄弟情？有你这句话就对了。你要让他知道，他狠，你比他更狠；他绝，你比他更绝。我把你交代的那番话说给姐夫听，什么不趁现在反击就太迟了，要么就让张新娘顶罪，要么就来个鱼死网破。嘘。那他听了怎么回应？他的反应是，我还用你告诉我怎么做吗？那他80%是听进去了。安娜，那些招数都是你想的，不然呢？你一个弱女子，怎么会想的那么阴毒的招数是吧？不是阴毒，是绝招的绝。还不是为了拔？我们的将来不都得靠他，不是吗？说得对，如果姐夫失势，我们都会一起遭殃。还有，这也是张新娘自找的。安雅回来后，她这个假小姐就应该滚出家门，但是她却还厚着脸皮死赖着不走，还处处跟我作对。她不肯走，我们就送她上路。行啊，我的外甥女，你娘娘有你一半厉害，还斗不过那一对堂姐妹。舅舅，事情还没成呢。只要那2个家伙一口咬定是张新娘叫他们干的，那就道功告成了。我听说在道上混的都非常讲义气，他们会这么做吗？我自然有方法，你就等着瞧吧。还有这里啊，交给你们了。经理，总经理，东豪，原来是你在叫我。你以后不必叫我经理了，应该是我叫你经理才对。经理，你别开玩笑了。二哥都让你接手我的职务了，不是吗？这名分迟早是你的，以后多多关照哦。经理，总经理和副总经理都在找你。不是吧？我现在就是个闲杂人等，他们找我干什么？我也不清楚，挺急的。好，那我去看看。谢了，陈大经理。大哥，你找我？你跑去哪里了？到处找你都找不到。我去新世界跳舞场跳 Rongging， 松松筋骨啊。上班时间你竟然跑去跳舞？大哥，我上什么班啊？我的工作都交给那个东豪了。二哥下的命令，你也没反对啊。我现在是无官一身轻，逍遥自在，乐得很啊。你别胡闹了，坐下。干嘛？看你们一脸严肃的样子。新娘被警方抓走了。什么？到底发生什么事啊？大门内那场大火，警方抓到2个纵火犯，没想到竟然扯上了新娘。她现在人被扣押起来了。你二哥带人到警察局，还有律师也去了，都见不到人啊。那就奇怪了，警察怎么别人不抓，偏偏抓走新娘？到底是什么状况啊？听说那2个纵火犯是认识新娘的。哦，原来是那2个纵火犯出卖她。这场大火跟新娘一点关系都没有，何来出卖？如果不是那2个纵火犯供述她，警察怎么会上门抓人呢？至于说大火和新娘有没有关系，这我就不知道了。当然没有关系，因为是你亲口承认你找人干的。我什么时候承认是我干的？二哥，你可别冤枉我，我已经听你的话交出职权了，你还想安我跟莫须有的罪名？没错，我是说过，安安来找过我，说他恨透了乌龟伯和大汉奸，希望我这做叔叔的能为他出这口气。可是我跟他说，连你爸都不肯出面，我又能帮得了你什么呢？三弟，你不能这样啊！当初你亲口承认，是你找人去对付那个女人和那个姓吴的。大哥，你听错了，
我是说，我很想找人去教训他们，可是我没有啊，因为我知道二哥这个人最奉公守法了，就算亲女儿受到天大的耻辱，他也能忍则忍。我为什么要自找麻烦呢？当初你不是这么说的，大哥，我就是这么说的。我知道你很怕二哥，什么事都听他的，可是挂住个阿迪路，你不能逼我吞下我没说过的话。所以，你现在是想推得一干二净了？我干嘛要推得一干二净？我根本就不必推，因为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当然，我也不是说一定就跟新娘有关系。警察找人去协助调查，那是常有的事，查了没问题就会放人。除非什么？我也是突然想到的。安安找二哥不成，找我也不成，那8成是去找新娘了。新娘小时候就很有正义感，一定会帮她姐姐出这口气。要找2个人去对付那乌龟婆和大汉奸还不容易，这也就解释得通为什么那2个纵火犯认识他了。我真的没有想到你可以厚颜无耻到这种地步，说过的话、做过的事情都可以抹得一干二净，还想要让新娘来承受这一切，你简直太卑鄙了！我卑鄙？我厚颜无耻？我还觉得自己太天真了呢。虽然相信有兄弟情，没想到你当人家是兄弟，人家却翻脸比翻书还快，一脚把你踢开。宁可给外人，也不给自己兄弟。你气我怪我之前，要不要先问问你自己做了多少狗屁倒灶的事？你犯下的错、闯下的祸，牵扯到新娘，你不但不觉得愧疚，还想要置身事外，你还有良心吗你？所以你是非逼我吃这只死猫，背这黑锅不可了是吗？我告诉你，休想！你尽管去告诉警方，说是我找人干的，到时我就把安安的事抖出来，让全新州人都知道，你有一个当妓女的女儿。你说什么？好了，三弟，好了，三弟别说了，你出去吧，出去啊！还有，你也别想安能脱得了关系，没有他就没有这把火，要坐牢一起坐，我还被他给拖累了。二弟啊，这件事一定要从长计议，千万不要冲动，因为会影响到我们张家的声誉，还有永利行的存亡。爸，有件事我想跟你坦白。你说。大门内那场大火，可能是因我而起的。我知道。你知道？你三叔在我面前已经承认，是他找人做的。是我去求三叔的。警察该抓的人是我，不是新娘妹妹。不，他们不该抓新娘，也不该抓你。可是，这些年来，你所受的苦是旁人无法想象的。你想报复那2个人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，只不过你三叔应该要劝解你，他反而找人去以暴制暴，还因此伤害了其他的人。真正该负起责任的是你三叔。可是，怎么了，爸？他现在推得一干二净，不但不承认自己犯过的事情，还想将错就错，让新娘去背负罪名。那怎么行啊？新娘妹妹是无辜的。你放心，无论如何，我都会把新娘救出来的。安安，爸跟你坦诚这一切，是因为这个事情已经变成我跟你三叔之间的问题了，可大可小。我已经做好最坏的打算，你也要有所准备。我应该怎么做？照顾好你娘娘，
不要让任何人伤害他，明白吗？要我把人交出去？你二哥的意思是，你交一个人出去？我交什么人？康志杰，我能干这样的事吗？你让康志杰交一个人出去吧，需要多少钱，我们这里出。大哥，这案子涉及10条人命，罪名一成立，是要判死刑的。就是给再多的钱，也没人愿意出来帮忙的。这该怎么办啊？事到如今，只有跟那小野种划清界限。你少小野种的，大哥，新娘是从街上捡来的，不折不扣就是个小野种。这些年来，她在我们张家好吃好住，现在该是她报恩的时候了。我们只要向外说明，她小时候流落街头。二哥二嫂见他可怜，就收养了他。可是他老学不好，在外头结交些猪朋狗友，屡教不改，已经被我们张家赶出家门，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了。你刚才都说了，这是死罪啊，你还让新娘去扛这个罪名？不是我，是那些警察。警察如果认定是他干的，我们就是想帮他也帮不了。我们得为张家、为永利行着想啊。可是新娘是无辜的啊，大哥，谁不无辜啊？我也很无辜啊！要不是安安哭着来找我，我会心软吗？如果要找罪魁祸首，那就是安安了，把他交出去吧。这更不可能，你自己想想吧，是保张家要紧，还是保一个小野种要紧？听说你老婆带着2个孩子要去跳河啊？还好被人拦住了。你妹妹说不读书了，要出去打工帮补家里，小心被人给卖了。家里人得有人照顾保护啊，不然会很惨的。有人要找你们报仇，小心点啊！Sir，他们认了。啊，来，说。他们说，张新娘从小就有江湖地位，而且是他们老大白阿丽的女人。自从白阿丽被抓去关后，张新娘很照顾他们，所以她叫他们干什么，他们就干什么。可是，怎么了？我查到毒监口确实有个人叫阿狗，但是最近消失了，没有人知道他的去向。既然已经承认了，什么阿猫阿狗不重要，这个案子破了。张新娘，收拾一下，准备离开。什么？安不了罪名给我，不得不放人是吗？放人？哼！押你上法庭，正式提控你纵火致死、蓄意谋杀。耳旁就唱几场熟悉旋律，反复诉说祝福音译。码头中雕刻着古老印记，摇摆人间悲欢合离。念一幅针线绣过往甜蜜，不追思念错漏经历。老金矿围困住嘴角笑意，风雨剩一个人独行。眼看着落花如雨，满天空记忆飘零。风雷纷纷飞过，偏偏谁的叹息？环绕的蝴蝶，美丽多情。
到头来只是路